我是个盲女，无意间恢复视力后，发现我的老公竟是2个背部相连的连体男人。早上听新闻的时候，电视里正报道着一个女大学生失踪案，我听得正入神，忽然太阳穴刺痛了一下，我不禁闭上眼睛，再睁开时，漆黑的世界突然有了白光进来。难道我的视力恢复了？我一激动，不小心打碎了桌上的杯子。林冉刚好在身后拖地，他立即关切地走上前问：怎么了？我本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但在看见他的时候，我不由得僵住了身子，因为我隐约看见林冉的背后贴着一个人。看来我的视力并没有完全恢复，居然还会把一个人看成2个人。林冉问我：是因为怀孕所以感觉不舒服吗？我点头，有可能。想起孩子，我心头变得柔软，走上前想抱抱丈夫，却被他推开。小将，我还要拖地。结婚3年，林冉从来不让我拥抱她。我是一个盲人，但林冉手脚健全，却有着特殊习惯，比如不能拥抱、分房睡觉、爱穿雨衣。睡了一晚上后，我被噼里啪啦的雨声吵醒了。朦胧间，我竟然看见了洁白的床单、米色的柜子，张开食指在眼前晃动，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真的恢复视力了。此时外面传来开门声，我欣喜若狂，想要快点告诉林冉这个好消息。可刚走到门口，我就看见林冉正在拆一个超大的纸箱。林冉背对着我，她穿着宽大的黑色雨衣，头上戴着的硕大的衣帽将整个人笼得严严实实。纸箱被打开，我看见有一个女人躺在里面。那个女人穿着白色的校服，蓝色的帆布鞋，肢体僵直。我一眼看出这是具尸体，我愣在原地，耳边回荡着昨天的那个新闻，竟然是他杀了这个女人。我想开口叫她，突然一只手从林冉的雨衣里伸了出来。她的手不应该在拆纸箱吗？帽子被推开，我看见帽子里藏了一张男人的脸，那张脸正对着我。看见我后，他微微笑了，随后雨衣里又伸出来一只手，那只手上正拎着给我买的早餐。我心惊肉跳，不由得连连后退。顷刻之间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林冉从不跟我一起过夜，也从不让我与他亲近。原来他是个连体人，我甚至不知道这2个人中谁是林冉。此时他们转过身去，我看见了另一个男人的脸。小将，你起来了。最熟悉不过的声音，我直觉他就是林冉，可我没有回应。他又问：怎么在发抖？我感觉到林冉明显警觉了起来。小将，你的眼睛能看见了吗？我连连摇头。他冲上前来，激动地问：你是不是能看见了？快说话！我害怕被看出破绽，假装痛苦地开口道：我肚子痛。肚子疼？我点点头，继续装成盲人看着前方。也就是这时，我看清了那个女尸的脸，她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的疤痕。我才想起来，我认识这个人。小将，你在流血。林冉的话拉回了我的思绪，我下意识低头，才看见自己的睡裙下有鲜血流了出来，心头一颤，我两眼一黑，陷入了昏迷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，林冉坐在我的床边。小将，你醒了。我强装镇定，用手在被子上摸索，假装寻找他。我睡了多久？林冉猛地向后退，应该是怕我摸到他身后的那个男人。你睡了好几天了。我没说话，想找机会报警。小将，孩子没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惊得坐起了身子。林冉垂下脑袋，可表情却看不出一点难过。医生说你的身体太虚弱了，所以才会流产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佯装哭起来，其实心里却暗自松了一口气。有一个杀人犯加连体人的父亲，这个孩子本就不该出生。林冉柔声说道：小将，你还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做妈妈的，别难过了，我去给你炖点鸡汤。他往外走的时候，他的兄弟一直面对着我，如同一个附着物靠在林冉背后。等他们走出去后，我掀开被子，也偷偷跟了出去。林冉他们进了厨房，我走进客厅，发现那具尸体已经不在了。我靠近厨房，隐隐听见里面传来咳嗽声，2个男人的对话声随之传来。那剩下的人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不是林冉的声音，应该是他的哥哥或者弟弟。我听见我的丈夫说：把他们都找到，然后全除掉。我心间猛地一颤，那边又传来声音：嫂子好像不对劲，我怀疑他是不是能看见了。叫我嫂子，看来林冉是哥哥，他们竟这么快就怀疑我了。林冉道：是不是因为药的问题？药？什么药？